本场验尸考试有2道考题，诸项检验正确者为合格，能额外提供破案线索者为优秀。最终答卷以本官所做的记录为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那你就开始吧。等等，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验尸工具。这个是阴阳杵，以硬木为杆，削为一端粗一端细的锥形，两端各裹以棉布，细端是鼻腔，粗端探口烟。阴阳杵。这人既被火烧过，还被水泡过，手臂脖颈隐约有红褐色树枝状纹路，右手指骨有灰白色的骨珍珠，死者皮肉上的黄色脂膏不全是凝固的尸油，这是胡麻油的气味。死者男，年30有余，身高约5尺，尸体肉色焦黑，肢体蜷曲，死于大概半月前。死因呢？他的口鼻里应该就有答案。果然，死者口鼻中有烟灰，证明他是被活活烧死的。真是个好工具。此案性质如何？性质？他是自杀而亡，还是被他人所杀？他没有自杀，也没有人杀他，应该可以说是意外死亡。意外？死者颅骨骨折，脑缝开裂，身上虽然被烧得厉害，但是脖颈经过擦拭之后，隐约还能看到类似树枝的斑纹，这是被雷劈过的迹象啊！再加上死者身上有灼伤过后被水浸泡过的痕迹，所以他应该是在下雨前打雷的时候被雷给劈中了。半月前是盛夏，正是雷雨最多的季节。被雷击中，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子？他应该是这么死的。死者应该是手里提着灯笼，走在雨中。哦，对了，他应该还背着胡麻油。然后，在雷击中树木的时候，他的右手恰好撑在了树干上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赶紧起来，好好说话。我就是模仿一下死者的死亡过程。有点意思。死者不幸被雷劈中，瞬间晕倒在地。刚巧他手中又有火种和易燃的胡麻油，火种引燃了胡麻油，就在他昏迷的时候，活活把他给烧死了。这个人虽然已经烧得很厉害了，但还是摸得出他的肋骨、手臂、小腿都曾经骨折过，而且不止骨折过1、2次，还都是伤在豁出性命跟人打架时候的易伤部位。如果烧得没有那么厉害，应该还能看到他身上的伤疤。就算脾气再差的人，也不可能3天2头跟人不要命的打架吧？除非他就是靠这个吃饭的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就只知道这些了。大人，我能验下一个了吗？细查。哎呀，景阁老，您有所不知，如今这安郡王拿去作为考题的2具尸体，皆是京中未结之命案，其中有一宗就是这秘书郎严明的案子。严明？死者男，年40有余，肉色黄紫，口鼻、胸前、两肋也有腐变，应是死于半月前。他心口那处锐器贯穿上是他唯一的伤处，也是致命的伤处。锐器的形状应该是尖头，脉杆粗细，起码有3尺长。这尖头脉杆粗细3尺长的凶器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我不知道。你都能猜出这东西的样子，还推断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吗？这可不是我猜出来的，是我验出来的。
我学过的呀。仵作之责，乃详实记录其所见、所嗅、所闻、所触。见之、嗅之、闻之、触之为知之，否则为不知。推演决断，非仵作分内之事，非有十足把握，不可妄言。他怎么会知道？什么？我是说，验出什么就说什么，我只能说我验出的，其他的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不能瞎说。我还知道一个，我知道他是被人杀死的，而且他知道凶手是谁。废话，怎么着？你还要把他叫起来问问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他认识凶手，凶手也认识他。行了行了，到偏厅考验商去吧。谢谢大人。哟呵，还懂得仵作规矩，知道争促区位。王爷，这就是景少卿关照的那名女仵作。正是，王爷明察。若不是景少卿的意思，小人们岂敢放一个女子进来验尸？您官职不够进不去，就在这候着吧。陛下，薛翰林到。臣薛汝成叩见陛下。今日朝中文武对安郡王微词不少啊，你这个当先生的就不为他分辨几句吗？陛下，安郡王得陛下厚爱，为以统管三法司之重任，陛下自有圣断，臣无需分辨。朕将三法司交给他，就是看中他骨子里有他父亲萧衡当年那股子清正之气，但为官办案是两码事。秦鸾，奴婢在。朕记得当年萧衡察举西南逆党时，是你带人前去策应的吧？是，陛下真是好记性啊！陛下圣谕，剑南节度使陈英伙同驸马萧衡起兵谋反，就地诛灭。陈英，驸马，快走！我进来到官兵的清脉，就全交给你了。可惜老奴无能，愧对了文宗皇帝的重托，未能将驸马活着带回来，老奴有罪。奴婢御前事宜，望陛下责罚。刚才就看你一瘸一拐的，莫不是刚挨过板子？谁打的你？陛下容禀，奴婢今日奉命出城，不慎冲撞了安郡王的车驾，这才遭安郡王的责罚，挨了顿板子。你们两个起来。薛青，你可要教给他什么叫做君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教不严，师之惰，是臣失职，请陛下责罚。还有孙明德，要打要罚，自有内侍省管着。他萧锦瑜今日敢先打后奏，明日是不是就敢先斩后奏了？陛下息怒，安郡王只是年轻气盛，一时失了分寸。安郡王年轻气盛，你就该好好敲打敲打他。堂堂朝廷命官的遗体，竟然拿去做考题，若届时交不出什么说法来，群臣参他，到那个时候，朕连你一起罚。
是。